少跟孩子生气吧，尤其是当那个曾经粘人的小家伙忽然变成了一个让你看不懂的半大孩子时。这听起来很难吧？以前你生气是因为他太吵太闹，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现在你生气是因为他太静太冷，把心门关得严丝合缝。你明明是为了他的前途焦虑的整夜睡不着，可你发出的每一句为你好落在他耳朵里都变成了刺耳的噪音。你以为你在教育他如何面对残酷的社会，但真相是你只是把你对生活的恐惧毫无过滤地泼在了一个还没准备好承接的少年身上。你想要一个懂事的孩子，却正在亲手制造一个想逃离的灵魂。在这个被效率和截止日期追赶的世界里，我们似乎都忘了一个最基本的真相：孩子从来不是故意惹你生气，他只是活在和你完全不同的时区里。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不是关于什么深山里的禅师，而是发生在这个城市老街上一个真实的生活碎片。故事的主角是老陈，一家开了10几年的面馆老板。老陈的世界是沸腾的、焦灼的，每天中午高峰期，他的时区里只有速度和生存。后厨的火要猛，前面端面的手要快，耳朵里充斥着老板加醋、老板催单的嘈杂声。在老陈看来，人生就是逆水行舟，手停下，口就得停，慢一步，饭碗就砸了。那天中午，店里忙得像锅粥，外卖订单的提示音一直在响。老陈读初2的儿子放寒假在店里，本该帮忙收拾桌子，或者至少递个盘子。可老陈一抬头，看见儿子正坐在角落最不起眼的一张桌子上，手里端着手机，眉头紧锁，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击。对于旁边那桌客人留下的残羹冷炙，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老陈心里的火瞬间就燎起来了。那种愤怒不仅是因为忙，更是因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恐慌。我都累成狗了，你还这么没眼力见，将来到了社会上，谁惯着你？老陈冲过去，当着满屋子食客和外卖员的面，把擦桌布狠狠摔在桌上，吼道：手机手机，你就知道玩手机，没看见忙不过来了吗？养你这么大一点人事都不懂，除了玩你还会干什么？儿子愣住了。14、15岁的男孩子正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他没有反驳，也没有解释，他只是默默关掉了手机屏幕，把手机揣进兜里，脸涨得通红，眼神里的光熄灭了，变成了一种这一代孩子特有的冷漠防御。他站起来，拿起抹布开始擦桌子，动作机械而僵硬。那天下午，直到晚上回家，父子俩谁也没说话。儿子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那扇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堵墙砸在老陈心上。事情的转折发生在3天后，老陈接到了外卖平台区域经理的电话回访。经理在电话里随口夸了一句：老陈啊，你家最近这个差评回复做得不错啊，我看好几个客人都把差评改了，而且你新换的那个招牌牛肉面的介绍文案写得挺有食欲，这2天曝光率涨了不少。老陈愣住了，他是个大老粗，只会煮面，哪会搞什么文案，平时看到差评只会生闷气，从来不回复。挂了电话，他疑惑地打开手机里的商家后台，他翻到了那几条回复。面对客人抱怨面条太硬，回复里写着：亲，真的很抱歉，为了保证劲道，我们特意选了高筋粉，可能煮的时间欠了火候，下次您备注软烂，我们一定给您单独把控，感谢您的鞭策。回复时间正是3天前那个忙碌的中午。他又点开菜品管理，发现原本模糊不清的照片被修过了，下面加了一行小字：凌晨3点熬制的牛骨汤是这家小店18年的坚持。那一刻，老陈拿着手机的手有些微微发抖。在他那个流汗才算干活的时区里，儿子是在偷懒，
是在玩物丧志，但在儿子的数字原住民时区里，他看到了父亲看不到的危机，他在用他的方式试图帮这个跟不上时代的小店留住客人。老陈想起了那天的一吼，他吼断的不是一次玩手机，而是孩子想在这个家里分担责任的一份笨拙的真心。最刺痛老陈的是，被误解后，儿子一句辩解都没有，因为在过往无数次的冲突中，孩子已经学会了，反正爸爸只相信他看到的，解释就是顶嘴。这个故事里没有拥抱，也没有立刻的和解，只有老陈一个人对着手机屏幕的沉默。而这样的沉默可能也发生在你身上，我也曾犯过这样的错，而且错得离谱。面对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的愤怒往往来自于认知错位，我们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太相信自己那个年代的经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孩子的行为放在我们的焦虑显微镜下观察。当你忙完一天回家，看到他整天抱着手机，刷着那些你看不懂的短视频，你的脑海里会自动弹出一张灰暗的蓝图，虚度光阴，眼睛看瞎，前途尽毁。在你的时区里，时间是用来提升竞争力的，但如果你能试着换一副滤镜，你会发现，在那道屏幕背后，藏着他在那个残酷的校园社会里不被孤立的社交筹码，那是他疲惫一整天后的避难所。当你粗暴地断网，吼叫着让他去学习时，你切断的不只是信号，更是他与自己世界的连接。这种错位还会延伸到那扇紧闭的房门前。多少次，你端着杯牛奶，带着一颗关心的心推开门，得到的却是一句冷冰冰的出去，或者一脸的不耐烦。你觉得孩子不知好歹，觉得自己的爱被践踏了，但在他那个正在经历自我重组的时区里，他的大脑正处于一场剧烈的地震，他需要建立边界，需要一个没有观众的后台去卸下伪装。那种所谓的冷漠，其实是他保护自我的一种本能，并不是针对你。可如果你执意要撬开那扇门，他心里的锁只会挂得越来越多。我们不是在生孩子的气，我们是在生失控感的气。可是当老陈用成人的经验去审判孩子时，他赢了那个中午的威严，却输掉了孩子在那一刻想要靠近他的心。而这种误解累积的多了，心门也就真的锁上了。那么面对这些大孩子，我们还能做什么？吼叫没用，打骂更是把他们推远。我想请你试着在下一次爆发之前，尝试一些更温柔的降火方子。首先，试着把那种剑拔弩张的面对面改成毫无压力的肩并肩。对于大孩子来说，面对面的谈话往往带有审讯的压迫感，他们会本能地竖起防御。不如创造一些并肩的机会，比如一起开车去超市的路上，或者并排在水池边洗碗的时刻。当你们的视线不再互相锁死，而是共同看向前方时，空气中的对抗感会稀释很多。最好的沟通往往发生在这些不需要对视的缝隙里。更重要的是，收起你那个永远正确的家长架子。面对大孩子，我们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当法官，习惯给他们的行为贴上懒惰、自私或者没出息的标签。但请记住，没有人愿意在一个审判者面前敞开心扉。下一次，当你感到愤怒时，不要去评判他的品格，而是试着诚实地向他展示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局限，去坦白你的焦虑，承认你的无力，甚至可以告诉他，是你的压力让你失态了。大孩子对说教过敏，但他们对真实没有任何抵抗力。当你卸下完美父母的面具，不再高高在上时，他才不需要时刻竖起满身的刺来防御你。示弱从来不是软弱，它是强者的智慧。只有当你蹲下来，展示出你的柔软，他才可能放下戒备，走过来拉你一把。你要知道，你和他的缘分其实正在进入倒计时。那个曾经让你烦躁的、只会哭闹的幼儿已经消失了，而眼前这个让你头疼的、沉默寡言的少年，
也很快就要离开。终有一天，你会看着那个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再也没有嘈杂噪音的房间，怀念那个还会和你顶嘴，还会因为玩游戏赖在家里不肯出门的孩子。终有一天，你会发现那扇紧闭的房门彻底打开了，因为住在里面的人已经提着行李箱去了远方。现在的我们总想用成年人那种立刻、马上、必须的时钟去要求孩子，就像要求一棵正在拔节的树必须马上长成栋梁，不允许有任何旁逸斜出。但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成长不是在试错中完成的？愿你记得，那个此刻对你爱答不理的背影，也曾是那个骑在你脖子上，把你当成全世界最伟大英雄的小男孩。他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蜕变，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稳得住的盟友，而不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敌人。趁他还没走远，趁他还愿意在餐桌上多坐一会儿，少生一点气吧，别赢了道理，输了孩子。将来你会明白，那些让你焦虑的睡不着觉的日子，其实是他还需要你的最后时光。如果你也看到了这里，如果你家也有一个让你欢喜让你忧的孩子，请把这条视频转给你的另一半，告诉他，今晚回家别谈分数，别谈未来，我们只是一起吃顿饭。修心亦是修行，在目送孩子远去的路上，我们都是学徒。我是一步见山，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一起在这个焦虑的时代守住一颗安静的父母心。